什么？皇子，启京皇子，这是天降大喜啊！道喜，我这就去给官家道喜。大喜大喜！月儿，月儿，我可怜的孩子。娘子，娘子，别这样，娘子。娘子，我可怜的孩子。娘子，娘子，我可怜的孩子。此子资质端硕，官家极喜，赐了乳名醉星来，亲自吩咐内侍省御厨房赶制1000羊肉馅面元宝，1间糖水蛋，赐以朝臣同喜。官家喜得皇子如今满月，此时契丹那边亦表示，如能与公主和亲，便不再纠缠索要2州之地。元昊围攻临抚2州，被大将张杰击败，可谓3喜临门呐。是啊，供皇子起名的字选好了，不知其中有无能让诸位宰执和官家满意的。怀吉。确实选。不错。将这送到中书，若能从中选中皇子的名字，我就请你们去清风楼吃酒。劳烦皇后亲试汤药。幸何如之？臣妾伺候过汤药之后，再伺候官家歇息。官家身子还没有全好，这几日便不肯休息。太医亲自嘱咐过燕相公，官家10日之内不得临朝处理政事。宰执们见不到了，官家便一早去了尔英阁，只听了2个时辰才肯回来。唉，就知道皇后不可能亲自侍候，亲自看管倒是有的。官家是在责备臣妾没有好好侍奉夫君。那好，臣妾以后就把那些内侍宫女都遣开了，亲手给官家梳头更衣，送官家上朝听政，给官家做羹汤。好。若是平常百姓人家，当是日日如此吧。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这肚子疼得要死，我昨日吃坏了肚子，已经疼了1整日了。啊！我扶你去看看。我昨日去看过了。这位哥哥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官家今日在尔英阁接见新任的国子监支将司马光，听他讲读后，龙颜大悦，赐他了一个琉璃盏，命我去送给司马支将。司马支将还在尔英阁等候。这位哥哥，可否替我把这琉璃盏送过去？若是让司马支将等久了，我怕反而误了官家的盛情好意，官家怪罪。给翠心来的。我这个做娘娘的
除了例行赏赐，总得尽几分心意。你同和儿要好，官家，我是在想，照常理呢，和儿入宫最早，又为我诞育了长女，如今又得皇儿，晋封妃位理所当然。昨日苗昭仪郑重求我，务必劝官家，不要再行给他晋封，亦不要此时再给最新来加封。什么？苗娘子说，如今儿女双全这样的福气，于心愿足矣。而恰恰安寿公主楚月不幸薨逝，内外同悲。若此时晋封苗娘子加封最新来，都令她不安。月儿夭折，我月儿夭折，我亦是心里难过不已，何况张娘子呢？我这样想，苗娘子本性纯善，又是为母之人，必是最知张娘子之痛。她主动提出此事，必不只是忍让，而是为自己尽心，亦是替徽柔与醉心来为同胞姐妹之哀。好在前几日得知张娘子又有了身孕，也算是让她有个寄托，不会太走极端。所以我想，若此时不晋封苗娘子与醉心来，待10月之后，张娘子生了皇子或者是公主，两位娘子2个皇儿一起晋封，岂非美事？司马执教。我一直稳稳地捧着锦盒，从未跌落过。我竟不知你会刺绣。我从小学女工的，只是确实是让绣娘给我打了个底子。只是让绣娘打了底子。然后灵儿帮我绣了娃娃、荷花、莲蓬。我尚未绣几针呢。荷儿手巧，我并非想偷懒。只是送出去的肚兜，若当真全是我绣，怕是拿不出手。唉，等醉心来大些，你能给他的实在不知有多少。
不知最近来，若碧寒有了皇子，亦要烦你一起教养。有你为母，是我儿女之大幸。司马之将，好小子，损坏御赐之物，你可知你犯了什么罪过？司马之将，宫中旧例，内侍损坏官家御赐大臣之物，听任大臣许处。这小子是打是逐，司马之将只管吩咐。放了他吧。什么？放了他。就这样放了他？损坏御赐之物，判个死罪也不为过。玩赏之物岂能贵无人命？这位中官年纪尚小，无意中跌碎琉璃盏，不为大过。那如何给官家交代？官家若问起，请以2句话答之：玉珏浮灰，典礼虽文于往迹，彩云易散，过差宜属于斯人。臣想，损坏御赐之物，可恶之极，是重罪。按照惯例，你说，送琉璃盏的是梁怀吉？是这个名字。怀吉做事极为严谨，绝不会马马虎虎打碎御赐之物。况且，他在御书院供职，做的是抄写差事。朕当时命人去开凭票取琉璃盏，怎么会派到他的头上？说来确实蹊跷。当时臣正在尔英阁附近巡视，尔英阁当值的小黄门跑来禀告，说是给司马之将送琉璃盏的内侍竟然打碎了琉璃盏，所以臣这就去彻查。不必了。哎呀，好在是司马光，哎，这可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。小时候就知道砸缸救人。等等，哎，你刚才说，司马持讲刚打开盒子没多久，任督知就带人进来了。大概不到半盏茶功夫。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偏偏你替个没见过的小黄门啊送御赐琉璃盏，打开就是个碎的。刚打开没多久，全内侍省最严苛、最不留情面的人手中便带人进来，分明是有人给你下套。哎呀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称得上得罪的，也只有张才人吧。张，到底什么事啊？玉儿走了，你伤心，我也很伤心。然而这世间就是有着许多不如意，让人憾，让人悲，甚至是让人恨的事。神仙也没有办法，护不住最亲爱的人。我知道你有多难过，多难接受。官家，玉儿她……玉儿是先天不足，
你我尽了力，留不住他。我不愿你迁怒于人，更不许你伤害无辜。将降狼阁所有人叫过来，我有事要讲。是。快快睡啦，晚上睡不足，明日去公学听课睡着，再被先生懵懵登登叫起来，把采采扶椅背成采采木椅，又解成古时候的人也踩着木椅子去偷糖梅吃。姐姐，你这事儿都说了100回了。哦，那我说另外一件。姐姐，快闭眼。姐姐，班婕妤的是在什么书中？我想学那个。你这个踩着木椅子去偷糖梅吃的，怕是到嫁人那天都学不到了。哎呀，姐姐。好吧，姐姐其实也不清楚。明儿你去问娘娘吧。慧柔，以后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此事，好吗？张娘子冤枉你，那是她的不对。但是，玉儿生病之后过世，最难受的就是她。我们不去记恨她了，好不好？那件事儿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她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她，那就尽量避开。以后见了面，还是要有见长辈的礼节，知道吗？姐姐，玉儿真的是被别人诅咒才生病的吗？谁那么坏呀？她……姐姐说过了，以后不准再提起此事。朕要说的便是这些。今后，你们仔细伺候张娘子。该做的事没做好，只要不是有心，可以原谅。不该说的话说了，影响娘子的心情，生出不该有的疑惑，那便是死罪。我原本想将我最喜欢的一个小黄门梁怀吉拨到你这里来，可惜缘分不合。我原想，他既然能静下心来在翰林书院做事，便一辈子在那里看书抄书也是好的。谁知今日竟遭意外陷害。朕担心此类事情今后还会发生，便将他调到福宁殿，从此贴身跟着朕。夜了，你们好好伺候娘子就寝。若是再生出不该生的事，朕也并非不能让皇承思细查内宫。起来吧。哎，回去，回去！什么事？那边，往那边，1室9部。干什么？我昨夜想来想去啊，你得罪那么了不得的人，这番大恶如果不尽快化解，恐怕要大难临头。从前啊，我学过一个化血光灾的法子。梁怀吉，去收拾好你的随身物品，跟我走。官家，臣把梁怀吉带来了。
好，让他进来吧。臣梁怀吉拜见官家。昨日的事，任督知已经向朕禀报了。打破御赐之物，你有什么想解释、想分辨的吗？臣知罪，请官家责罚。好，随我来。爹爹，你们已学《礼记》2月有余，今日官家特意前来，协议昨日不慎犯错的小黄门，听他讲述所犯之错，由你们或以理，或以情，给个判断，看看你们究竟学懂了几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昨儿官家来的时候，叫了全阁的下人，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弯着我。他定是觉得，此事若非我瞒着娘子做的，就是我诱使娘子做的，他定是没把罪过放在娘子身上，啊。是我怕婆婆阻拦，瞒着婆婆让别人去做的，与婆婆何干？我以身作事一身当，今儿我就去向官家严明。又赌气了是不是啊？啊！我不是不让你替玉儿报仇，我要你替玉儿报仇，但是咱们得痛快、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。此时琉璃盏为何损坏，何时损坏，已无法得知。然而儿臣以为，无论损坏琉璃盏的人究竟是否是怀吉，他都犯了不敬的大错。怀吉在接受锦盒之时不做检验，这是对御赐之物不够谨慎，贸贸然地将此盒作为官家所赐，交到了朝廷大臣的手中，这又是对官家的意图不够敬畏。礼主敬，不敬便是背礼，乃大过，当重罚，以儆效尤。可是他是好心啊！小花门发病耽误了爹爹的差事，就会受到上司的责罚。怀吉自己是个小黄门，不忍心其他小黄门受罚。怀吉是个好人，他不愿意任何人受委屈。关于此事，司马只讲有2句话，怀吉，铺纸研墨。总之呀，他心里爱着我，可是却不得不娶其他女人。我哭过，闹过，甚至自杀过。看，婆婆，你是极爱下经略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极爱，只知道我恨他夫人。那当然。婆婆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定会。雨涵，婆婆不会再拿自己的事情去麻烦你，我只会帮你。现在，婆婆全心将你的身体护好，等咱把身子养好了，生一个白白胖胖的皇子，其他的事儿慢慢来，不急，一切都要慢慢来。玉珏浮徽，典礼虽闻于往纪，玉珏浮徽，语出《礼记》曲礼上，
挥自指晃动。如此随意的举止，亦使玉珏破碎。那为何在这盛大的宴会之上，要使用这名贵又易碎的玉珏呢？自然要用名贵的酒器，才彰显风范。儿臣以为，在典礼上用名贵而又易碎的玉珏，是为了让人举止小心。用这种贵重的礼器，才能让人仪表庄重，才能达到一个“敬”字。作为臣下，对君父要怀有敬畏之心，自然就会对御赐之物、圣谕之事战战兢兢。小黄门怀吉行动大矣，归根结底就是敬意不够。在整个皇城之内，失敬失礼，难道不是最严重的罪过吗？宗室的礼记学得不错，理解得颇为透彻。我看着这个礼记很不好。宗室哥哥原本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人，学了他啰里吧嗦的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便是要跟一个好心办人的小黄门过不去，将人家的自私冷漠的书不读也罢。富康公主，你是因官家在此不顾礼仪，恃宠而骄吗？徽柔是因越受责罚，罚跪也可以，打手心也可以，但是惩罚怀吉不公平，就是不公平，一点儿也不公平。徽柔不服，10000个不服。这是司马光对朕说的第2句话。彩云易散，过差一术于斯人。美好的事物如彩云，总是容易消逝的。如因美好事物消逝而怨怒，并无益处。错计已成，不如宽恕了这个犯错之人。能恕人之过，乃为人。司马执讲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从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。司马执讲真是个好官。爹爹，司马执讲不会再说第3句话了吧？方才徽柔莽撞失礼，请爹爹和老师责罚。你的责罚少不了，先记下。礼主敬没有错，然而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”大家可知是何意啊？人若是没有仁爱之心，那么对人的宽厚善良就，那么所谓的礼，也就只是仪式；所谓的敬，只是因为惧怕。为了礼和敬而失人，那便是舍内而求外，舍本而求末了。怀吉是有失礼之处，要罚，便罚俸3月，除去翰林书院刚刚给他升的内侍黄门一职，降回小黄门。而这不敬的大错，便从此调他入福宁殿，出入随朕，好好修炼这个镜子。谢官家特意拨冗前来，臣已受益匪浅。
你们年纪虽小，今后也要封官封爵，处理一丝事务。今日官家特意教你们为上者如何用人和奖惩之度。罚过错，以正规矩固然必要，但所有的规矩都离不开一个字，那便是仁。宗室如何了？涛涛磨着我去小厨房做了点心和包子。刚刚去看宗实，我在门口站了会儿，果然没一会儿，俩人就说笑起来了。还是娘娘英明，否则贸贸然去叫太医来看，又没什么事，万一叫别人嚼了舌根子，让官家听见，确实不好。这孩子面子薄，心思重，一贯刻苦努力，最在意官家的态度。今日在宫学，他努力当众表现，却会错了官家的意思，定然心中难受极了。此时说也没用，劝也没用，只能是最亲的人在旁，挨过心中的惶然不安、尴尬失措。可是，娘娘不叫御医，也不去探问，旁的人倒会觉得娘娘不关心宗室，不在意他。尤其现在，苗娘子生了皇子。旁人觉得如何也不重要了。当年官家出生之前，宗实之父亦曾被绿车毛节接入宫。官家出生以后，才又用萧韶步月送还邸。我猜再过些日子，官家便会提出效法先帝之例，送宗实出宫了。娘娘可以求官家别送宗实出宫吧。娘娘膝下上空，宗实今后封个闲散爵位，总是娘娘依靠。若官家不提出此事，我也会劝说官家送宗实出宫。自从有了醉清来，这孩子心便多了忐忑不安。若非如此，今日也不会为求官家赞许，当众努力表现。而这番小孩子因不安而生的好强，看在官家眼中，便是不厚道的咄咄逼人，定然心中不喜。强留宗实，只会让他们更生嫌隙，这又是何必呢？是，放是。这，往这边去，往这边。你看我画的样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做什么都好，可是我却不如别人。在我心里你最好，在你心里我最好，如此便是了。可是，我不想你做官家。为什么？我不像娘娘那般大度宽容，也不想像苗娘子那样温柔忍让，却不想如赵娘子似的张牙舞爪的讨人厌。今日晨光甚好，朕想活动活动筋骨，便不成不撵了。阿吉，我们走过去。可是朕今日要见的朝臣是哪一位？要议何事？官家要见的是知制告复辟学士，副学士请奏的是契丹要求和亲之事。第一次跟随朕在崇政殿，很紧张。不必每说一句话便行一次礼。你可知燕云16州归辽的旧事？
后唐清泰3年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造反，自称儿国，并割燕云16州，求契丹发兵援助。在契丹援助下，灭后唐，建后晋。自此，16州之地归于契丹。周世宗时，收复16州中营漠2州，国朝接管至今。国人心中，16州自古便是中华之地，而契丹人则以石敬瑭献帝时的疆界，欲令我朝归还2州。战战停停数年，终于在景德元年订立澶渊之盟。先帝许以岁币，契丹放弃所地，结兄弟之国。两国沿边之地开设榷场，两国百姓无不欢心。边界契丹人学汉人制度，习汉人工巧，与汉人相互混杂，结为夫妻，生儿育女。如今，他们已经不复100年前的彪悍好战，也想过平安宁静的日子了。那又为何？华夏千年，手工之金自非北国可比。我朝每年虽要给契丹岁币30万，而收入却远超此数。辽主常常亲笔写下，大宋又从大辽挣取了多少银两，在结尾处还要加上甚不平也。他们那边人都是拿手和面就这么抓着吃啊？我弟弟接待过吐蕃的使节，确实是这样。听说不只是使节，连王后、公主也是这样。哎，慧柔，你就别上手了。人家的公主都可以抓，我怎不行？别人家的公主和王后比我们痛快多了，听说出去还能骑马呢。那慧柔要是这么喜欢那边，等你长大之后，让你爹爹给你嫁到那边去啊？那不要。若是几年不见爹爹娘娘姐姐的话，骑马就是骑象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还是规规矩矩的好了。可是徽柔说的呀，要规规矩矩的。尝尝。他们提出要迎娶陛下的亲生女儿，而且使者直接提到了福康公主，说早闻福康公主灵秀美丽、温柔善良，他们的臣民甚是仰慕。臣回忆福康公主尚且年幼，还未到婚嫁年纪，他们便说契丹梁王也不到10岁，他俩的年纪十分般配。他们使者说，既是和亲，自然要方方面面都般配。梁王，契丹皇帝的长子，福康公主是官家的长女，公主和王子现在年纪均小，现在定下婚事，10年之后再办婚事，再合适不过。若是定要以简王之女替代，莫非是嫌契丹国小民弱，配不上大宋的公主？臣以为他们说的确有道理。但是，真舍不得慧柔。这丫头这么喜欢吃甜食，哪像个公主的样子？娘娘，你看今天姐姐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啊！你这发饰极衬你，简洁精致，不像那些象牙冠、白角梳堆起来的繁复累赘。可是若没有这眉间，这朵面花呢，又过于素淡了。刚才脑子一直没从这一堆账目中转出来，差点白费了妹妹的心思。这香味儿也好。荷儿，你今天的妆容不同以往啊。今天给娘娘看妆是次要，
和儿专门来给娘娘推荐给和儿做妆容的人。上福局内人董秋荷见过娘娘。看着有点面生。你多大了？才入上福局吧？是，小人今年14，半年前入宫，受训之后入上福局，现为典侍。你尚年少，又才入上福局，上司便能放心的让你独立给苗娘子梳头，倒也少见。小人有幸得娘子垂爱，私事抬举。起初我心里也有些不高兴，觉着司事怎得派这么年轻的新人来？可试了几次之后，我便离不开他了，便遣人去向上福局要了来。可在我那儿给我梳头，我觉得缺了这样的人才，便带来给娘娘瞧瞧。我听着也很好奇。秋荷，今天你也为我梳头选官，做个妆容吧。怜你君子无暇，弃我鲜衣怒马。四方城里十里灼灼桃花，春风如梦拂开记忆的沙，宫城巍峨朱门起，过尽繁华，同饮一场素梨花。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画，半生疏离时知己，与你相守朱门里。春花秋实，冬来秋去，与你相伴古城壁。来生不做笼中鸟，翻飞绿柳啼红花。放歌许从教，执子之手同归家。来生可作双飞燕，衔你呼出羽翼下。风过眼，声声起，梦醒尽凭绣罗幔。来生可作双飞燕，衔